金磚機制呢，走過20年，誰也没料到自家会议桌上居然第一次上演了公開對罵的場面。5月14號呢，新德里金磚國家外長會上，伊朗和阿聯酋的代表呢，當着全球媒體的面直接交鋒，火藥味呢濃到讓原本準備好的聯合聲明徹底難產。一個本該凝聚南方國家共識的多邊平台，怎麼就變成了中東地緣衝突的公開對峙現場？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4月8號呢，美伊達成停火之後呢，局勢並沒有真正的平穩下來。那麼在5月4號呢，阿聯酋方面稱呢，成功攔截了來自伊朗方向的12枚的彈道導彈、3枚巡航導彈以及4架無人機。奇夫查伊拉石油工業區呢，也因為無人機打擊發生火災，造成了3人受傷。那麼對此呢，伊朗否認是蓄意襲擊，將責任呢推給了美方行動引發的這個連鎖的反應。那雙方呢是各說各的理啊，互不相讓。那麼但是呢，阿联酋呢并沒有選擇克制啊。在5月6號，阿聯酋的空軍呢出動幻影2009戰鬥機和武裝的這個無人機，對霍爾木茲干省格什姆島周邊的目標實施了報復性的打擊，打擊範圍呢就包括了革命衛隊海軍基地和阿巴斯港的石化設施。那麼與此同時啊，有消息曝光，以方的高層在衝突升級期間呢秘密訪問了阿布扎比，並舉行了閉門的會晤，這就讓伊朗方面反應是極為的強烈啊。於是呢，帶着這份怒火，那麼伊朗外長呢阿拉格齊走進了新德里的會場。他在發言的時候呢，毫不客氣的就指控阿聯酋直接參與了針對伊朗的這種侵略的行動，稱阿方在衝突爆發的初期，不僅呢是這個拒絕譴責相關的行為，還允許他人呢利用這個其領土發動對伊的襲擊，是美以打擊伊朗的積極的同謀。那麼他還拿出了這個以方高層訪阿的這麼一個事實啊，稱這足以證明阿布扎比與以方這種深度的勾結並喊話阿聯酋呢重新審視對伊的政策，直言不諱地表示與以方結盟並沒能保護你們。那麼阿聯酋的代表呢當即是強硬的反擊，否認存在所謂的秘密會晤，還駁斥伊方的指控毫無根據。那雙方這個是吧，你來我往，互不相讓，會場的氣氛一下子就降到了冰點。那麼這場的衝突，這個表面上看是2個新加入的成員国不懂規矩，但是根源其實是由來已久了。那麼幾十年來呢，伊朗和阿聯酋呢一直在霍爾木茲海峽的這個控制權、油氣資源的分配、海島的主權歸屬等等問題上爭執不休。你看，伊朗呢是扼守霍爾木茲海峽這一咽喉的要道掌握着海灣石油的這個進出的話語權，而阿聯酋呢早就修建了一條繞開該海峽的這個石油的管道，就是不想在能源運輸上被伊朗卡脖子。更為關鍵的是，這個2國背後是吧，還站着立場截然對立的外部力量。那伊朗是中東反西方陣營的核心，阿聯酋呢則深度的靠攏美國，還與這個以色列簽署了關係正常化的協議，是美國呢在海灣地區的一個關鍵盟友。那說白了吧，這次的會場的這個交鋒不過呢是中東代理人對抗的一個集中的爆發，只是把這個舞台換到了金磚會議的桌子上。作為東道主，印度的處境是格外的尷尬。身處金磚輪值主席國這個新德里呢本應扮演着協調各方的角色，但是偏偏呢2頭他都不敢得罪。印度呢和伊朗呢在恰巴哈爾港呢有着深度的合作，這個港口呢是新德里布局印度洋連通中亞地區的一個戰略的支點。2024年呢，印方還與伊朗呢簽署了為期這個10年的合作協議，並承諾投資數億美元。但是另一方面，印度呢與以方包括阿聯酋的關係也十分的緊密。那麼海灣阿拉伯國家呢，既是印度重要的能源的供應地，也是印度勞務輸出的主要的目的地。印度自然不願得罪美國。在這種2頭為難的情況之下，印度呢只能含糊其辭這個模糊的表態。最終的結果就是成員國無法就聯合聲明達成共識，印度呢只能以這種主席國的身份單獨發表聲明，其中呢還標注着某一成員對涉及相關內容有保留意見。你看，連具體的是哪個國家都沒敢點名。
作為輪值主席國呀，做到這份上，確實顯得十分的被動了。那麼就在這場亂局持續發酵的時候，中國的表態及時傳來。在5月14號當天外交部的發言人郭家坤呢，在記者會上明確表示，說中方願意同金磚各方一道全力支持主席國印度成功的舉辦此次的會晤，推動大金磚合作實現高質量發展。由於日程的安排的原因，王毅外長呢沒有親自出席會議，由中國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代為參會。這番表態看似平淡，應該說分量卻不輕。在伊朗和阿联酋呢撕裂會場俄羅斯呢選擇觀望，印度呢是进退失據的這麼一種局面之下，中國公開的力挺主席國，那無疑是給這個焦頭爛額的新德里遞上了一顆定心丸，同時也向所有的成員國釋放出明確的信號，就是金磚機制的團結底線絕對不能突破。那麼眼下的這個問題遠不只是一次外長會的體面受損那麼簡單了。伊朗和阿聯酋呢都是这个2024年正式加入金磚的新成员，两國呢一下子就把這個中東地區的固有的這種結構性的對抗直接就帶到了這麼一個多邊平台。而金磚機制呢成立這個20年來還從未處理過成員國之間的如此尖銳的安全的衝突。如果這道裂痕無法彌合的話，那麼接下來的這個金磚國家領導人的峰會只會是更加難辦對金磚而言，擴員確實帶來了更大的體量和更強的國際聲勢，但同時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內部的張力。那如何在做大金磚規模的同時，避免機制內部被撕裂，這恐怕是所有成員國尤其是中國接下來必須認真面對和解決的真問題了。好了，感謝收看這期的謝飛觀察，希望各位呢點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